закон. Там, где ветер сечет, лет мы сомкнем боевой венец, зов земли в нашей крови горит. Каждый шаг наш гранит седой прост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мы сегодня приговор. Снег окрасится в цвет заката, твердь дрожит под ударом став. Пусть запомнит седая дата тех, кто выше любого креста. Цепь времен в наших жилах бьется, гор небес над землей поет. Тот, кто пал в легионы, зовется, тот, кто выжил, бессмертие идет. Грянет буря стальных знамен, смерть и слава один закон. Там, где ветер сечет, лет мы сомкнем боевой венец, зов земли в нашей крови горит. Каждый шаг наш гранит седой прост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мы сегодня пригов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приговор. Сталь, земля, вечность, вечность.就这么直接的开始了，有没有？我跟你讲，各位，那个今天本来呢，其实一点也没有要讲汉光演习啊，我原来今天要列的是别的主题、别的题目了，但因为汉光演习实在太好笑了，那各种各样出包，没有办法想象。对于全台湾任何一个当过兵的人来讲，都知道汉光演习就是演给大家看的。但是没想到现代这个世代的国军呢，连演都演不好，所以只好做一集跟他好好的讲。还有 Keep Face 说朱大消失2天，终于出来直播了，回去他妈看我的 YouTube 频道，没有一天消失的，回去看是不是手指不会算呢？来，各位事务所的同学晚安，我是朱学恒。汉光42演到第7天，战绩如下：60发8寸榴弹，运送征用明令运送，中间掉了48发，在苗栗的水沟，掉落率高达80%。国防官员说就是要秀给你看，好，我们今天仔细看的。我们这样讲，准备要开始了。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汉光42号演习呢，还有几天才结束。那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呢，满地滚蛋就是笑给你看。那你可能没办法想象，为什么我们要讲这样子的内容，实在不是我们愿意，而是这个事情本身很北蓝。我们会讲到什么呢？我们会讲到系布带、8寸榴弹、城镇韧性、蜂巢简讯、橡皮艇。来，我们直接开始。汉光7日战云章，炮弹翻身滚道旁，背枪掌勺通射技，断网锁电眼存亡，雷达千里衔春手，皮艇3天卧海江，莫问全军今时否，镜头亮处皆战场啊！我们今天不谈大战略，不谈共军犯台窗口，今天呢，我们就做一件事，把汉光演习42从8月5号开打到今天的战报，一天一天摊给各位看。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呢，是你没有办法想象，汉光演习比你想象还要厉害。7天呢，绝无冷场，天天包，天天包。来，我们先讲结论。这一次汉光演习最棒的节奏是什么？是出包节奏，不是部队的。什么节奏？一天一包啊，没有一天不出包。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包啦，我今天从早到晚在
戴隐形眼镜在测我的那个 AI 眼镜，发现没有想象中好用，但我还是在测，所以我今天没有很认真。那但是我光整理出来，我自己都笑了。好了，各位，8月5号演习第一天，空军嘉义基地一架 F-16夜航训练返场降落，冲出跑道，飞官平安。先讲人没事，可喜可贺，可喜可贺。但是各位，演习第一天呢，开幕式还没结束，战机先下了草皮，而且你哪一天不冲出跑道，你就在演汉光演习视同作战的第一天就不急，就冲出跑道了。那边晚，同一天凌晨4点多，汉光演习，新竹58次旅进驻的营区，连长寝室被不明人士打开房门。这我后面专门讲。但你有没有想过，你一个教招旅就这样子被陌生人士摸进指挥官的房门，到底怎么搞的？来，还没完。8月7号晚上，一辆载运演习物资的货运义旅车走台2线贡寮路段，3大捆玻璃纤维片没有绑好，夸枪滚了下来，掉在路边跟护栏外。那玻璃纤维是干什么？铺战备跑道用的。显然在等他的战备跑道呢，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等到他。8月8号呢，我们尊敬敬爱的赖校长亲自到左营指导，国军首度公开中型自杀无人机，现场媒体拍到，其中一架的尾翼歪了90度，军方回应说4个字：不影响飞行。但各位，你如果熟无人机，你就知道怎么会不影响飞行呢？来，8月9号，本集的招牌菜上桌啦，因为要练习征用民力。征用民力呢，所以委托民间大货车载运的8寸流，在苗栗台13线下坡连续弯道，系固带快解锁松脱，咕啾咕啾不啾，掉了出来60发，掉了48发，滚满路面，滚进水沟。同一天呢 ，TVBS 随军直击第5作战区的伙房兵，全副武装，背着 T91步枪炒高丽菜呀、就是我们开场这个动画，有没有很刺激？8月10号，中部6县市1700万人里面的一部分，行动网络被降速30分钟，官方说是降速，立委葛如君说是断网。我们第7章来谈这个。好了，在听直播边看边数手指头的各位，你们发现吗？这不是意外，这他妈跟我一样认真呢、这跟我一样认真呢、为什么？对 ，AI 数不清楚字数，军方回应不影响飞行，明明是5个字，他每次脚本都给我写4个字，导致我每次现场要心算，我就不知道哪里有病。所有的 AI 我试过，全部都算不准中文字数，所以不管了。Direct 很开心，你今天赶上了直播，来，我们继续讲。今天听中好笑，就让你笑一笑，不要担忧。因为我担忧也没有用，它就是一集好笑的节目。来，所以啊，看到没有？妈的，跟我一样认真他日更每天一更中间有一天还更新超过1次以上。风雨无阻，台风天照样出货，白海豚台风都来了，出包的节奏完全不受影响。妈，飞机都不能降落，它照样出包，这才叫全天候作战能力。然后呢？然后国防官员在演习前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是本集的关键。他说面对外界说汉光演习是不是作秀呢？国防官员直接回应，就是要秀给你看，贺主就是目的，这是新战。我跟你讲，这句话我听到的时候真的笑出来，因为他很诚实啊。我们想要现在国防单位吃的诚实药，他诚实到让后面所有的荒谬都有了解释。既然官方说都是作秀，那我们就来看一看，用看秀的规格来看，我们影评人嘛，灯光、走位、道具、演员、剧本，一项一项打分数，看看你的表现
到底怎么样？这一章的战略意义很简单，当一场演习的出包频率稳定到可以做成日历的时候，那就不要说到底可不可行了，那就要说真的是很好笑的状况啊，好不好？请各位认真的继续往下走。啊，有点卡吗？真卡了嘞，好吧。往往跟政府对干不开心的时候就会垮，但请大家认真，好不好？来，这个如果一场演习可以日更的出包，天天出包，那问题就不叫单一事件，问题是整个系统的品管。单一品管呢，叫做出问题；系统性的出包呢，就是真的整个系统都有问题啦。我们继续往下看一看，这个连续事件叫惯性。惯性就是你真实的战力水位，真相总是当然。这份日历就是国军现在的战力水位表。来，我先念一下斗内，刚好有一些 delay， 我趁机念这个斗内。坏掉龙九说，请支持滚到水沟的炮弹单人阿鲁巴老猪，并按赞分享加群特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猪度打气，谢谢。贾斯汀邦说，猪大辛苦了，先抖一个凉水钱。20年前我们战备还弹的时候，10吨半砸动波，10吨半卡车呢，后轮把弹库前水沟盖压垮了。整车155跟155弹头倒得歪七扭八，隔壁营在弹库点弹的副营长疯狂哔哔叫，当下没事，命是捡到的，阿弥陀佛。Black Draco 7423，我看到台湾阿兵哥开的橡皮艇执行近岸防御任务的时候，我脑海中出现了 Benzai 声音，你也真会配乐。阿文1978，谢谢你的抖内。OWTS 9999上课前段。抖一个乐不可支的满地滚蛋，有看到新闻啊？先讲一下今天的目标倒数，就是如果今天20个黄斗内达标的话，我们就来做一集汉光演习结束的时候大盘点大颁奖，看看他还能够出多少包，请各位敬请期待，要相信国军，好不好？要相信国军。好啦，这个顺带一提，我们置顶的那个丰裕蜂蜜的红蛋比蜂蜜，它的味道蛮特别，而且它的出处是日本神社外面会盖，因为他们相信神明会平依在这种木头上面，所以它开花，然后它的风味呢比较特别。但是我们特别是今年只卖2个星期，现在只剩1个星期。好，乙又特别来补说。这个到了，出包成这样，可以不要浪费税金了吗？拿长矛、长枪、流星锤就好了，拿个锤子就可以了。来，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讲汉光演习，要到8月14号哦。所以如果各位斗内达标，我们要在8月15号或16号，做一个总检讨，10天9夜实兵演习，是国军年度最大规模的演训，好不好？来，开心。好，那第一章满地滚蛋，60发掉48发啊！来，今天的招牌菜重点在这里了，画面看起来这么的开心，这么的难以想象，他妈跟运猪，然后猪逃的满地都是一样好笑。来，8月9号下午2点，苗栗造桥。台13线下坡连续弯道，一位开车的民众过弯，然后看到满地炮弹啊！看这个画面有多么震撼，多么惊喜！不是1颗2颗哦，8寸榴弹炮的炮弹，1颗200多磅，60发上车，中途下车48发，掉落率80%啊！他妈，你命中率都没这么高欸。结果嘞？结果军方封锁现场，然后叫来民间堆高机，国军的炮弹还掉到水沟里。我告诉你，那个多难捡！
200多磅各位200多磅是什么40几公斤是不是？结果国军炮弹掉在水沟里面，要靠民间的堆高机一颗一颗捡回来，而且还要堆重新弄，你知道那有多困难？在听直播，家里开过堆高机的各位，我刚好认识苗栗一个小老板，他就是开叉式起重机的，不知道他有被抓去急救。来，最好笑的是什么？你如果有开堆高机的能力你就可以支援国军后勤比技固带还要可靠你看这个喷装率，他妈简直是最佳魔王一打下去喷80%的弹出来，200磅90公斤是不是？好，来先讲公道话，这个要讲清楚。这次征用民间货车运弹药，方向本身是没有错的，我同意这个演算，因为这个是承认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只要打仗，中华民国国军自身的运力就不够，必须要整合民间物流，这个务实不是丢脸。乌克兰打到现在，民间卡车、民间无人机、民间星链，哪一样不是民力？有退将说什么弹药、油料、粮食3样的必须全部抓在军方手里，我不同意。上世纪也许有50万国军的时候也许可以，但现在战争就是总体战，民力整合是必修课，所以问题不在方向。你想得出来这个想定，我觉得是好的。问题在哪？问题在于你毫无控制力，你连一条系固带都绑不住。系固带是什么？就是那个尼龙做的，有没有一条大大的，然后补揪把它整个绑起来，那个叫系固带。起重、建材搬运，你问阿卡赞你就知道，很常用那个系固带。你要求有标准系固带的处理方式，绑了之后要怎么样确定它是 OK 的，你就知道咯。征用民力这堂课考的不是敢不敢用民间货车，你他妈你手上有枪直接举了下车更正，你不能叫下车，你不会开。我要上货，跟我去上货。考的科目是什么？军方有没有能力管理民间运输？装载规范捆扎标准路线风险评估、押运监督，这些叫尾箱管理能量。然后呢，8月7号先掉一次玻璃纤维，扎捆不牢。2天之后，同一个原因，系固带快解锁，就康枪那个卡上的那个快解锁松脱，掉的是炮弹。2天同一张考卷考2次，2次都不及格。第一次掉的是塑胶片，老天爷给你的免费补考通知嘛，有没有看到？掉了赶快处理。没看到。第2次掉的就是一发200磅的钢铁，铿锵掉地上。而且各位想一个画面，这是演习慢慢开，没人打你系固带就松了。真打起来呢，共军飞弹往路上招呼，驾驶是被征用的民间司机路面可能有弹坑你这条系固带撑不过去，它可能是断掉，不是松脱那演习会掉8成，暂时会掉几成，我不敢算因为那个分母可能不是炮弹，是整条补给线。你想想看，你的车开过去，路上掉了4、8颗，掉的满地都是，你他妈是布雷车是不是？然后你这条补给线就被封锁了，后面车敢从炮弹上开过去吗？不敢所以整条爆炸的他不要说爆炸，整条路就被封锁了因为他整条补给线都断掉了。你说妈，这到底是怎么小？我不知道你要不要看一看？来，还有一个细节，官方讲了一句安全的话：弹药均未安装引信及药包，没有安全顾虑。各位，
记住本事务所的公式啊，逆向推导。当官方跟你说没有安全疑虑的时候，你就问，那下一次有隐性的时候呢？暂时运补弹药会客客气气不装隐性吗？说就他妈的古拉塞，我们要运到阵地去，但是我们好心先不装隐性，我们到那边去再装。他妈战线都第一线了，然后你运去的东西没有装隐性，可能吗？可以吗？有没有搞错？干，来我继续。所以我们这一章的战略结论是等价交换，童叟无欺啊！你要名利整合的运输量能，代价是你必须先建立管理名利的专业能量。量能可以用钱争，能量买不到。你平常其实就可以训练怎么跟民间运输公司配合，怎么来运作。你不做，等到演习的时候绑上车，他妈绑不牢，你是开玩笑是吧？这次演习用48发炮弹的学费，验证出了本单位我们国军只付了第一项的钱，那而且还缴2次费，而且还没学到，你说这个鸟不鸟？48发掉8成欸，干是不是太了不起了？我真心不知道这个东西你要怎么算，8成欸，战力强不强？强啊，强啊！还有最近忽然间来了一堆好为人师的东西，说什么你直播时候不可以吃东西，不然就是不尊重人。靠北，你怎么会知道你值得尊重？你怎么会觉得我要尊重你呢？然后还没完，然后呢，还有人上说，你看，果然是妈贪了，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跟我们国民党一起骂民进党。我想说你哪嘞？他妈，你们这些国民党，你要不要看看你们国民党今天在干嘛？今天国民党的立法院的院长在骂国民党立法院的总召，说立法院被黑暗力量控制。老韩啊，韩国瑜，你他妈是哪里的人啊？你说黑暗力量控制是在野居大多数我从来没有看到当上立法院院长就觉得自己真是公平中立了。立院的 majority leader 代表的是多数党啊，老韩现在开始在天空飞啦，他在骂蓝白是黑暗力量开不开心？国民党就是这么棒，没事就是躺，好不好？然后那国民党的白痴还跟我讲，干我疼惜你啊，你怎么可以骂我？我说操你妈，你没事就滚！我什么时候？你哪根屁眼以为我站在你国民党这边？你搞错了啦！笑死人！随便啦，你这样子，还觉得国民党年底会选得很漂亮吗？见鬼了！怎么可能？笑死人！国民党籍的国民党选出来的多数党的院长，觉得自己可以骂在野党，说你们都被黑暗力量控制。他是民进党，我明天就剪这个东西出广告，开不开心？开心吗？你还真以为吗？赖清德会在乎你立法院做什么内容？你会笑死人！好，就不用多讲了。我感觉我好像很久没骂人了，来留言的人都觉得自己了不起，说我疼惜你，疼你妈逼呀，滚！妈的，有病好，对不起啊，接下来我也不要整集都骂人，因为接下来我自己要剪那个精华不是很好剪。来，我要再讲了。今天这些政治我就不评论了，国事糜烂至此，有什么好讲的呢？而且我绝不忤赖，韩国瑜就是这样讲。我今天在那边看，我想说，果然不愧是老韩。
来，我们到第2章了。这个汉光远期证明我们的掉落率高达80%，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来，螺丝松了，螺丝松了。上一章我们讲了系固带，这一章我们讲什么呢？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你会发现系固带不孤单，我背后那个是一个螺丝，它有2个难兄难弟。第一个，8月5号演习第1天晚上，嘉义基地 F16夜航返场降落，然后冲出跑道，悲观平安，机体受损程度，军方还在查，他不敢公布。妈，第1天蹙眉头，兆头不好。演习第1天像你办婚礼，新郎一进场就叠到蛋糕里面，但是整个会很棒，是不是？第二个，8月7号晚上，台2线贡寮载运玻璃纤维片的一引车3大捆掉在路边啊。那一批玻璃纤维是要铺战备跑道的。在听直播的各位想一下这个逻辑链，战备跑道是战机的备用降落点，铺跑道的材料在路上掉了，所以万一跑道炸了，你运得铺跑道的材料赶过去，路上妈掉了，那谁来铺跑道？什么东西铺跑道？那我们的战机要降落在哪里呢？要不要干脆练习降落在台13线啊？反正现在那边有炮弹当跑道灯。你看 L 小戴说 Lucifer chill， 不要谈政治啊，政治是肮脏的东西。好，我懂，我就笑一笑而已啊，我就笑一笑，好不好？来，我继续往下讲。第3个，台东是制航路哦，制航路就一定是在那个空军基地，在嘉山基地还是哪里附近，不然为什么叫高制航啊？那个制航路 M60A3 战车开到一半，掉了一个零件在马路上，民众捡起来拍照上网。掉的是什么？他车子又是民众在后面开一开，然后前面那个战车开康锵掉了一个东西，一个大的铁板，大概这么大，可能要这么大，掉在地上，然后民众他们自己不知道哦，民众从后面捡起来拍照上网。掉的是什么？驾驶逃生门。军方说明呢，逃生门固定螺丝未确实锁紧，行驶过程脱落，后车捡回装附，未影响后续演训工作。来，逃生门呢？有没有搞错？战车急动起火，上面被打之后，驾驶要打开底下门，从那门逃生的。平常掉在路上没事，真打起来，那个门要么打不开，要么你人还在车里，他先走了一步，逃生门先走，他先逃生啦，不行，影响任务，对呀，不影响任务，只影响里面那条命啊。你知道影响什么？ M60A3 哦，应该有最基本的合生化防护措施，譬如说可以过滤空气，譬如说外面用毒气或者是用催泪瓦斯，你在里面不会被影响。逃生门掉了，妈，那个催泪瓦斯就从那边进去了，就这样子，先把你门关好，好不好？来，我们把3件事情排在一起看。F16 冲出跑道，玻璃纤维没绑好，逃生门螺丝没锁紧，3个单位，3种装备，3个地点，同一个病，就是最后一缕的纪律。不是买不起 F16， 不是没有玻璃纤维，不是缺那颗螺丝，硬体都在，松掉的是人跟制度之间的半个螺丝啊，不是螺纹。干，我差点念成罗生门。来，有人会说，朱大演习就是要暴露问题，很好，没错，暴露出来改进不是挺好吗？对，这个理论上完全正确，台东乡亲也暖心力挺。但我要补一刀，暴露问题的前提是同一个问题不能连续暴露，你不能第1天暴露，第2天暴露，第3天暴露，妈你暴露狂是不是？第1天暴露了就要改进啊。8月7号捆闸不牢，8月9号捆闸不牢，第1次是发现问题了，第2次就是你根本没在改。发现问题叫演习，你重复问题叫成绩单。还有路上一直掉东西这件事情，我们顺便想远一点，全世界现在都在讲无人机战争，我们也在演习。无人机要什么？要零件，要电池，要地面站，
全部都要走陆路运补，连200磅的炮弹、3大捆的玻璃纤维都会从车上溜走。那些精密娇贵的无人机零件在你的补给线上会是什么下场？到时候前线要飞什么？放风筝吗？风筝线你记得绑好哦，用系固带的话会掉哦。来，简单的代价是什么？我们来分析一下。科学终将胜利啦！物理学不看关大关小，不看你的响定，捆扎力学、螺纹扭矩、摩擦系数这些东西不会因为演习视同作战的标语就自动达标。你早锁半圈，离心力就多赢1分。科学对谁都公平，他现在判我们输，是因为真的没锁紧，不是因为我们要笑你，这在干什么？没有嘛，就不是啊。干嘛McKinsey 又在乱讲，不沿路调东西怎么找到回去的路？你以为你是那个格林童话是吧？而且McKinsey 好几天没来哦，妈是不是出约会？来，各位要进到真正精彩的地方了。米其林厨神登场。8月9号呢 ，TVBS 随军直击第5作战区某联兵旅的野炊现场，据说还是半夜起来跟他们一起去拍。看我们悲剧性的联兵旅呢，要做的工作也很棒，叫做半夜炒菜。好，来，画面是这样子的啊。等等，我要切换我那可爱的动画。画面是这样的，先跟那个校长报告，校长，这个是示范画面啊，没有模仿声音，你看我连音乐都没有，没事。火防兵全身战斗着装，战术大背枪 T91 固定在背后。我做图好像不太对啊，这个是肩背，他那个是要斜背的，战术大背枪是要斜背的。谢谢地瓜妹的斗内啊，等等，我太急着讲这件事情了，我要先念完斗内。没事，等一下，过的。等一下，今天怎么抖那么多？M 线说啊，要抖一个总检讨，好啊，目标已经快要靠近了。我们今天有20个目标，目前已经有10个了。然后Chen Archie 说，此之不抖，更待何时？期待今日笑点爆表的汉光演习大盘点，这是小盘点哦，这是中间7天的盘点。那个阿文说，抱歉忘记留言，再抖那一次。上一次的网剧，老板娘的麻辣干面很好吃，但完全不会辣，只是有点咸而已。那你跟老板娘讲啊。Landy Score 8446抖米勒厂说，朱大，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这样就代表了民间目标也能攻击，民间没有自己被自爆攻击就好了。过的322011说，这几天抖音上都是汉光笑料，笑着笑着就开始难过了。我跟你讲，他不是啊，算了。那个 Mr. 阿甘赛子说，迟到抱歉，准备驱车回家，先小抖的目标曾经是弹补室啊，弹药补给室。阿卡赛斯说，小弟我看到这个汉光出包状况，笑着笑着就哭了，支持九哥使用阿萨布鲁道具单人阿尔巴猪大活动，请各位网友别吝啬按赞，手机热推，有余力者烦请点选置顶，某些手机是置顶随便。连结移驾至阿宅福利社，那个红蛋比密我们只剩4天哦。选购精选商品，谢谢。河畔微光说，每天的出包，我觉得是国军消极的抵抗，也没有才10天忍一忍就过去了，好不好？坏掉龙九说，其实征用民力呢，只是执政党惯用的幌子，他就是明明买不到疫苗，但一定要说我们不需要，明明没过3期，也要说全世界期待一样。他就明明没有足够驾驶兵，也没有足够料件能维修车辆啊，那怎么办？用征用民力的名义先骗人，再向外调人跟车啊！他喵的，我家附近军营就常看到没押车军官陪同的名车载军用品，小蜜蜂对吧？来，坏掉龙九说，经过某事件之后，正胜国民党唾弃民众党，再也烂透了，还想重回执政，
回去假崩啊！你看韩国瑜就帮你们啊。乙一说看现在国军忽然觉得对面叫解放军好有远见。Candace 说你讲螺丝松的不正确，是完全没有螺丝。谢家伟说前志愿役战车官退伍的我乐于赞助。轩力炮说听去玩2星期的小朋友说第二天就说3个人中暑送医吹冷气。啊不然呢？天气这么热，你他妈谁要跟你玩啊？TLTW 说加1，地瓜妹谢谢你的芒果刨冰。McKinsey 谢谢你珍珠奶茶。Delico 谢谢你的宝石。来好，战术大杯枪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斜斜的杯。那 T91 固定在背后，然后系上围裙啊，照样有围裙啊妈，不是开玩笑。你看我后面那个指令词就是特别下围裙赞吧！戴上口罩跟手套，妈在战争时期依旧注意卫生，戴上了口罩还有手套啊！好高丽菜，3口大锅同时开火晚餐有话梅、泡菜、牛蒡、唐扬鸡、香肠、沙茶、猪肉片，还有一只大鸡腿呀！大鸡腿用卤的，很方便。在听直播当过兵的各位，你们现在表情我知道，先不要骂。我们先讲基本的战场逻辑，冷静的做一道是非题。我们以前大鸡腿要加菜的好不好？妈的，吃大鸡腿，你以为天天吃哦？在听直播当过兵的各位，让我解释一下，战场上的铁律很简单，需要枪不离身的地方叫接触线。接触线上吃什么？干粮跟口粮，他妈有东西吃就好了，你最多再加点水，或者自己偷带伏特加。冷的能让你架3口大锅，开火冒烟，流水线装便当，还贴心照顾素食官兵的地方叫后方。后方呢，枪要摆在枪架上，或者是你做那个交叉的那个制枪的方法。人呢，专心做菜。这是常识，不是懦弱。现在国军发明了第3种空间有一个地方，卡加布列岛是不是？有一个地方危险到枪必须要背在背上，又安全到可以慢火翻炒唐扬鸡的地方。薛丁格的伙房，开锅之前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前线还是后方啊！这什么东西啦？来，我们来仔细分析为什么这一段我笑得特别开心。我觉得我这一集的精华可以减妈2倍吧。我们来猜这一把枪的战术价值。敌人真的摸到你的野炊点了，你一手锅铲，一手热油枪在背后取枪、转正、上膛。举枪这套动作做完，对面弹夹都换第2个，38弹都打你身上。背着枪被偷袭跟没背枪被偷袭差别只有一个，你倒下的时候身上多3公斤，3.2左右，还沾沙茶酱。来，讲到这里，一定有同学要帮长官缓颊了。你不要说了，我们长官眼光很远。战场野炊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嘛，长官也是在摸索实战化呀。来，错，有标准答案，而且你不要跟我讲说你抄解放军哦，解放军是有野炊车，4个人在车上做菜可以做900人份，他那个车还可以开来开去，你他妈给我在野外开明火，然后给我大锅炒。好，先不要抱怨。英文原文呢，网络上就查得到。我们是美国爸爸优先嘛，我们参考美国爸爸。来，美国爸爸是怎么样呢？美国爸爸的战术准则，公开免费，英文原文网络上抓得到。将官设想定时候缺乏战术素养没有关系，不会就学嘛，不想自己想照抄也可以啊，抄谁？抄我们天天喊着要并肩作战美军，人家的作业摊开来就在那里，2本教范。今天我帮国防部把书单开好，
第一本叫做《美军野战伙食与补给作业教范》（Army Field Feeding and Class 1 Operations）。这本在讲什么？野战厨房怎么部署？安全区域怎么划分？野战伙食兵的作战编组怎么编？第二本，美军的三军食品规范 （Tri-Service Food Code）， 陆海空三军通用。这本在讲什么？食品准备区的个人装备、交叉污染防治跟卫生标准。我们的伙食车呢，做不了900人的餐，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好像没有像解放军一样那么有效率。来，我们先讲，我们把今天看到的这一个记者大概半夜熬夜，妈不知道2点还3点做的这一场秀，从头到尾笑一遍给各位听。妈，这一场米其林野战大厨的表演呢，赞。第一条，我们先讲，我讲卡加布列岛，我以为是对岸网友也会知道，不然我要讲那个人鱼岛吗？库皮列巴还是什么？看忘了，糟糕！就那个人鱼岛，哇，好，来，地狱厨房出现。第一条呢，真正的警戒要怎么做？美军的答案是，后勤部队会编组哨兵与外围防御网，料理期间呢，有轮值的武装兵啊，站在外围戍守，炊事人员专心做菜。翻译成白话，警戒的专心警戒，做饭的专心做饭，是要分工。一个兵不要一边颠锅一边在那边甩哈呀甩锅啊甩，一边扫描地平线，因为那比较实战化，那叫人力配置失败。在我们的美军教范里面，每一个伙房兵都身兼警戒任务。不对，这不是美军教范，这是中华民国国军教范。看起来人人皆兵很威武，他一边炒菜一边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他妈菜就炒焦了。实际上每个岗位就做半套，警戒品质是0，因为他在看锅；炒菜的效率打折，因为他背着枪。第二条，最直接打脸的一条，美军相关教范规则严禁背着长枪进行炊事，严禁，不是不建议。不是视情况，不是指挥官全责，是严禁。伙房兵要考的是包含了你不可以大背枪去做菜。为什么？理由教范写得很清楚，一共4层，层层都是科学。第一层，食品卫生，枪支上有什么？枪油、炭渣、汗水、脏污、泥沙。这些东西挂在你背上，悬在3口大锅的正上方晃。在听直播吃过部队伙食的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你便当里面那股说不出来的味道，可能是附近黄的弹簧油，可能是 WD-40 的喷剂。我们的伙房兵口罩、手套戴好戴满，卫生标准看起来比米其林餐厅还要严呐。然后背着一个行走的污染源，这就像你进手术房刷手刷了10分钟，然后背一把生锈的锄头进去开刀，帅吧？第二层，操作安全。厨房是什么环境？宅挤热，满地管线锅具，你身上横挂一根80公分以上的长条物，转个身就勾到汤勺，扫到锅柄，勾到瓦斯管，稍有不慎，轻则整锅菜报销，重则烫伤、火灾。美军为什么写进教范？因为人家是用烧烫伤案例学来的，我们现在连学费都不用缴，答案就印在那里，长官不看呐，长官不看呐。第三层，人体工学。T91这个空枪有 3.2 公斤，长度80公分以上，背在身上是一个不对称的重物。炊事动作是什么？擦擦擦擦擦擦擦，切菜、甩锅、甩、弯腰扛一袋米，双手端起一锅滚烫的汤。这些动作跟正常的战术行动完全不同，肌肉出力的模式是两回事。
背着一个不对称配重去做这些动作，轻则拉伤，重则你端着滚汤的时候重心一偏，哎呀，那锅汤往哪里倒？往自己身上倒，还是往旁边的弟兄倒？我看过一个韩国的实境节目啊，那个伙房兵是菜兵刚到，然后那个实境节目就跟着拍，他们长官去视察，然后呢，长官刚刚想说：“妈做好菜没有？给我啊，给我！叫你给我，动作快！”干的兵一紧张，舀了一锅热菜往长官手上倒，长官叹伤说：“干你怎么倒在我手上？给我重来！”就是有这一个靠腰的状况，你没办法想象。那好，再来第4层叫做体能经济学，多背3公斤，做一整天的粗重活，就是多消耗一整天的无效体，体能消耗掉了，作业效率就降低。作业效率降低，公餐就延误，前线部队晚半小时吃到饭，战力就打折半小时。你以为背枪是加强战备，实际上是用伙房兵的肌肉去支付长官想象力的账单。那有同学会问，美军伙房枪到底放在哪里？人家就不怕被偷袭吗？问得好，教范也写了。这就是第3条，美军伙房的实际枪支管制模式，枪械要放在厨房内的专用枪架，只要确保枪支在目视范围内，能随时取得，就符合战区安全性规范，看得到拿得到就够了。那真的进入高威胁状态呢？教范也有答案，而且很合理。战情真有需要时，配发手枪，用腿挂或是胸挂枪套，随身携带手枪，不是步枪，因为手枪不会晃到锅子上方，不会勾到汤勺，不会让你端汤的时候重心跑掉。你看美军的教案，连真的危险的时候怎么办都帮你想好了。解法叫做手枪加枪套，不叫步枪加围裙。而且我跟你讲，我今天贴那篇文章，你们各位可以去看，我写了一篇战场米其林厨神的文章，然后有对岸网友特别来讲，我们在这个1962年吗？对应自卫战的时候，就有7个伙房兵在长官的率领之下击退了印度一个连，他一边做菜，然后把锅铲放下去，击退了一个连的印度部队。所以我们伙房兵要背枪战斗，因为对岸有的教范是背枪战斗，即使伙房兵也要。他说你不要笑我们，我这样说的是真的。但我说等等谢谢出购物送的汇集，最近在加班，希望你一切顺利。那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说，干你伙房兵7个人就击退了印度一个连的战力啊，那代表你应该要把那些守不住防线的人调去做菜才对啊。你的伙房兵一个人顶2个人用，他打仗比较厉害，结果你就要在做菜，这个逻辑不太对吧？所以我也认为你这样子做在效率上有问题，妈又不是少林厨艺学院。所以请你再想一想好不好？我没有要挑战，我没有要说明。黑友说战术大背枪啊，战术大背枪枪支是固定的吗？你有没有当过兵？来，好，所以我们把今天这整件事情总结一遍。国防部长官下这道命令，要伙房兵在烹饪切菜、扛一袋米、端着滚烫汤锅的时候，把 T91步枪背在背上。从食品卫生看不合理，从操作安全看不合理，从人体工学看不合理，从战术实用性看还是不合理。4个学科4张不及格，而正确答案不是机密，不用花预算，不用翻墙，2本美军教范网络上公开下载，我们长官
天天把美台军事合作接轨美军美台关系，史上最好挂在嘴上，接轨接了几十年，连人家伙房的枪放哪里都没抄到。你最好叫那些美军顾问去吗？这个586旅吗？不是，就是第5战区。干，现在编第5战区不知道哪一个，去那个旅看人家做菜呀、你看美军顾问会不会笑你？受不了！你演给美国人看，说妈，我们都是少林厨师在世，是吧？来，我先讲清楚，这一章骂的不是火防兵。凌晨2点起床，忙到深夜清洗，隔天重来，那个辛苦是真的，汗是真的，大鸡腿也是真的啊。可能前一天就要卤，好不好？火防兵是整个剧组里面最敬业的演员，问题是谁逼他们入戏的？那个想定是某一个看完食神之后觉得可以这样写，全副武装炒菜，拍起来很实战化，基层用基层的疲劳，真实的烫伤风险，真实的拉伤风险，交换长官简报上一页实战化训练的照片。解放军摆拍我们笑了几十年，笑到自己也开始背枪炒菜，差别在哪？人家摆拍是宣传系统的任务，你他妈是演习视同作战的训练系统的成果啊！有没有搞错？本章的战略结论是，我们说在科学终将胜利。野战炊事不是玄学，它有教范，有数据，有几十年用烫伤跟食物中毒换来的标准作业程序啊！答案就摊在那里，免费的。当一支军队宁可自己发明错误，也不肯照抄现成的正确的时候，那就不用多说了，就他妈是错，好吗？就他妈是错啊！问题从来不在基层的体力，而在将官的阅读量不读书嘛。科学终将胜利，那胜利的方式有的时候是烫在谁的手上。L 小戴也中会员啊，恭喜雷啊！不 ，Dementia 实际上是背枪在军营厨房。我看新闻报道写的，他是背枪在前线准备粮食啊，算了，随便，不重要。那所以，请问你在作战的时候都要假设后方有厨房吗？Eason TW 说我在野外演习煮饭，除了比所有人早起射火炉，真的从来没有背枪煮饭的啊。Eason TW 是火防兵哦。来，所以我们要讲，各位置顶的连结里面有原来就是负责战备口粮的新兴食品的羊肉炉跟麻辣烫罐头，干真的好吃。我已经吃了4罐，大概每个月吃1罐，很棒。置顶哦，记得红蛋比蜂蜜只剩4天可以买。然后我们还有剩那个新兴的罐头，也是可以吃的。也有 TW 也谢谢你的抖内啊！我们现在剩7个目标就过了，到时候就做一集跟大家开心的分析汉光演习。贺和峰说：“朱大晚上好，赶上直播，我就是一刀鲜呐！哈尔滨手工水饺很好吃，抖个总结算。”好，谢谢你喜欢手工水饺，下次有机会再跟他订购，好不好？老板娘都煮菜煮到中暑了。我上次去网剧的时候，我看他背后2条，我说靠，哈尔滨人也在台湾刮痧，是不是开心？好，来米的党说，那朱大，那请实际的师兄师姐来做，更卫生可口。令1659说，其实这次不是演习啦，是国防部的募兵广告，看看我们的军人吃的多好，傻鸟还不快签下去 ？Eason TW66，谢谢你的抖内。L 小戴说 ，Singapore Army has 3 veggie dishes and 1 soup every meal， 没有蛋白质的。什么？贝
有误炸是说哈尔滨人也刮痧。对啊 ，Elvin 觉得哈尔滨水饺真的好吃，看我家都把他们的水饺吃光了，但是我冰箱满了，最近没得放，我再去叫一些好。一枪煮饭本来就很低能啊，你背3.2公斤重的枪，那意思说你的伙房兵比大家体力都好，一边炒菜可以一边背枪，然后呢，那所以他应该去打仗啊，你有没有想过？他应该去打仗啊，他妈跟你做什么菜？结果你去打仗站第一线的比不上伙房兵的时候，你让伙房兵在后面做菜，因为他可以同时做菜同时打仗，逻辑不对吧？谢谢地瓜妹的抖内，这个我真心不知道是怎么会这样，不是我要笑他们，是真的很开心，不得不笑。谢谢 TikTok 那边的抖抖送出玫瑰花。好，今天难得抖音这边没有封我，但是我抖音有帅帅的大约3个人左右。怎么了？我以为对岸不刮痧呀，我觉得大陆不刮痧，而且有一个大陆网友给我一件很刺激的事情，因为我不是还在写那个800跟那个800壮士的那个直播后续的精华吗？他告诉我说，管虎的电影考证错了，谢晋元呢其实是哈嘎里，他是客家人呐、他是客家人呐、也就是他上战场讲一个这妹安强啊，不是，就是他谢晋元如果活着来台湾，他到苗栗去买菜的时候，完全可以跟客家人沟通，看就是这样，真的，对，有刮痧，干成我土了，对不起，在此要跟大家道歉。谢晋元是客家人哦，我不是开玩笑的，他住那个地方有邱逢甲等等等等，都是客家人，所以他讲话应该是客家腔。只是不知道那个管虎哪根筋不对，就以为在广东的人都是讲广东腔，客家菜、盆菜都广东来的，好不好？啊，大家都刮痧，那刘万涛，你如果也去刮痧的话，你跟那个妹子打炮就一拖吗？背后这样一条一条的，不会导致对方扬长而去吗？对，谢晋元是出生于广东省蕉岭县，客家人呐、哦，这边我们多讲一下，黑象，因为有2个日本人，一个是媒体圈的，一个是日本教授跟我说了，长崎市拿的是日本外务省给的名单，日本外务省的名单里面，台湾本来就不列在使节里面，所以你就是不能做外交使节。你不能说我以为、我觉得、我想，然后因为选举关系又出来呛，那呛啊，随便你，我也不在乎。高市早苗又再一次发文感谢，台湾还是列在巴勒斯坦后面，代表他还是不认为你是国家。对，刘建一生在苗栗的这位专家谢晋元是客家的。来，好了，接下来要讲了，我们把镜头再拉回父亲节那一天，8月8号。这一天是汉光42号演习的大日子啊！赖校长亲临督导滨海打击及近岸防御，
国军首度公开中型，请注意，中型自杀无人机跟攻击型无人机首度公开哦。现场媒体的镜头看到，这是可以写进新闻稿标题的画面，是两架盘旋在空中的自杀无人机，其中一架自杀无人机是 FPV 哦，尾翼歪成接近90度，就是整个你往左飞，它就飞走了90度哦，是尾翼想自己演习，那不是微调。军方的回应呢是5个字，不影响飞行。妈，又给我赚4个字。各位，事务所当局话术反转，解读公司又要出动咯。当军方说不影响飞行的时候，你要听到的是我们也是刚刚才发现的，而且现在改不了了。长官，读点书好不好？尾翼是干嘛的？尾翼是控制方向的。自杀无人机的整个存在意义就是精准飞到目标身上。一架方向舵歪90度的自杀无人机，它自杀没问题，问题是它会飞错啊，转错弯，它要拉谁陪葬啊？而且还没完，当天的演习那个自杀无人机并没有真的撞啊，你演习 FPV， 结果不知道是预算还是机子不够，飞走了。演习结束，现场记者说：“给我们看这个，有没有搞错？有没有搞错？尾翼歪了，不影响飞行啊，但是会影响到任务啊。它可以持续飞啊，它可以滞空啊，但他妈会撞错人啊，会撞错人，好不好？而且这件事发生在谁面前？在一大堆媒体跟三军统帅赖校长面前，首度公开的新武器，在三军统帅面前带着一个歪了90度的尾翼起飞啊！如果这个叫做不影响飞行，我们对于影响的定义真的很宽容。那要不要秀秀他好了？那个赖校长就颁一个大寿锦星勋章给对方好了。这一张我们就顺着官方自己给的框架来看，国防官员说了嘛。就是要秀给你看啊，贺主是目的，这是星战啊！妈，我快吓坏了！你对我的星战真的很有用啊！我们用剧场规格来验收这一个秀，灯光有没有？有，总统视导必有，舞台左营布景到位，演员无人机装法出了点状况，头歪了，尾翼歪了，敬业坚持登台。观众呢，除了现场的媒体之外，我们补一个8月9号凌晨，宪兵2栋梁指挥部走板南线，从西门搭捷运到南港展览馆运补弹药，身上穿着试行中的灰阶城市迷彩。台风夜照点。然后记者发现，南港展览馆里面末班车时段有6、7个外籍人士在月台上逗留，疑似是来观察演练的梅雨老师。我每次去国防部寄封密的时候，都会看到很多梅雨老师，而且这些梅雨老师很爱往外跑。他妈国防部办公室里面坐不住，是不是？我3天2头看到他走出去喝饮料、买便利商店。就是这些美语老师刚好在现场。我顺便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我跟你讲，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在北监同房有一个是在那个美国贩毒运毒，然后被判4年，在联邦监狱关4年，最后被驱逐出去来台湾。你知道他第一份工作是什么？他第一份工作就是美语老师。可见我国的美语老师多么宽容，他在美国是重刑犯来台湾照样请他当美语老师。各位，你把你儿子送去美语补习班的时候要小心啊，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在教他的。而且我这位狱友还不是被人家赶走，那个补习班根本都知道他是贩毒的重刑犯，然后是他自己不爽跟人家吵架才走了。美语老师，美语老师，但上次我们也有美语老师，不知道在澎湖还哪里，
被89打败，听说是绿扁帽美语老师，好不好？来，所以，看人家是运海洛因呢，谁给你妈抽大麻？人家运海洛因被判4年呢，要死，妈干！但是我们照收，好不好？来，所以在听直播的各位看懂了吗？这个想定很荒谬。宪兵2栋梁指挥部呢，穿着城市迷彩，在夜间从捷运运补弹药。我告诉你，假设你想定是这样想，你可以控制捷运的灯光的话，正常应该要全黑啊。我们的宪兵特种部队应该要带着热显示仪或者是夜视仪，在全黑的状况下不受拦截的运输，因为解放军不可能一下子就知道你没有灯了，应该这样子吧？没有，就灯光亮亮的，然后记者在那边看到，还有美语老师。我们星战对象里面看得最认真的是坐在观众席第1排，拿着小本本做笔记的盟友验收官通常叫做美语顾问不是叫做美军顾问。贺祖共军有没有效我不知道，但我们成功的让华盛顿知道台北的捷运凌晨可以运兵。这场秀的票根最后是要拿去华府报账的，华府会说你他妈不是说可以运兵，你现在给我运。附带一提，我们的 AIT 也跟小弟一样，是美国政府的小弟，发了任性台湾的贴文，引用灾害管理手册，展现美台应变体系紧密合作，剧评都写好了，5颗星，观众好评如潮，观众一共7位，都在南港展览馆站。那里不好回去但是离 AIT 很近。那贺祖呢？星战的成绩呢？我们下下一章慢慢验。对内管制做的滴水不漏，对外呢，你会看到一张橡皮艇橡皮艇要来了，第8章所以这一段的战略结论是什么？破旧本身不是罪，各国演习都有战略沟通成分。真的，问题是资源守恒。排练走位的时间就是不能拿去锁螺丝的时间，你演给别人看，你就不能演给自己人看。服务镜头的预算呢，就不能拿去换系固带，绑那个大炮在大太阳底下又臭又脏又重，美军顾问不想看，结果就没绑好就掉了。真相总是当然这场秀最成功的贺主对象是相信演习视同作战的台湾观众，吓得我妈头都歪了。可怕吧？L 小戴说现在有538弹请各位继续按赞。所以到底是不是作秀不用讲嘛。第5章就妙了。妈妈，我真心不想要讲，但是这个东西呢，实在很荒谬，实在很荒谬。来，我告诉你多荒谬。我把无人机先放到旁边去。我们已经穷到无人机不能够实质自杀，不能够实质攻击了，就在那晃一下就走。来，但是接下来有2个闯空门的事情。什么事情呢？ZN Lin 5616说 Guys, what are you guys talking about? We are actually talking about the drill in Taiwan called Hanguang 42. So you can see that we are actually not very good at pretending we do have the power to stop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坏掉龙九说：“超哥没去打炮的斗内，你们对岸演习也不知道说什么，以后最好认真点。现在就这种情况，我们对台模拟预算都不知道怎么申请。最后呼吁大家去看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的纪录片，想当年，现在也只能想想了。”也谢谢地瓜妹跟 EZTW 的斗内，然后这个出购物，希望你加班一切顺利啊！来，第5章就妙了，闯空门双蝶啊！你不要以为我们的部队在演习期间秋毫无犯，搞错了，没有，并不是。来，一个抓到了，一个闯空门的罪犯抓到了，一个抓不到，两个加起来就是现在国军营区安全的完整体检报告。第二故事，第一个故事抓到的，去年，哎呦，这个汉光演习果然很好笑啊！现在我们线上人数破1000了，哎，是不是以后要常常提供这种题目让大家来笑？好，我先讲。2025年汉光教招这件事情是最近一审判决出来才曝光，3名后备军人被教招来隶属机部269旅，教招进驻新北市某国小借宿，晚上6点多，2位仁兄呢，在这个国小里面没事干，跑去散步，经过3楼校长室，发现窗户没锁，然后呢手伸进去开锁，闯进去翻。7点多呢，还嫌翻不够，怎么没翻到钱？又找了第3位一起进去翻，翻到一半，校长室的防盗监视器感应启动啦，3个人惊觉东窗事发，准备逃跑。注意，重点来了，逃跑之前，其中2位顺手抓走了校长桌上的糖果跟饼干，因为实际上他们是如此无能。导致他妈没有真的偷到东西，所以顺手为什么会被判罪？是顺手偷东西都偷不了，他顺手抓了一把糖果跟饼干，被判罪。校长手机跳出了防盗 App 的警报，报警。宪兵队调查，新北地院判决窃盗罪各3个月得1颗罚金。在听直播的各位，我们用军事术语重建一次这个案子。后备部队于演习期间成功执行了一次无预警渗透作业，穿透目标建筑物防线，夺取战略物资，乖乖同等级的战略物资。唯一的失误是被民间几千块的防盗 App 侦获，这是整场汉光演习唯一一次无剧本敌后行动，执行者是我们自己的教招兵。战果是糖果饼干1把，克星是校长的手机。你笑完了吗？我他妈真觉得好笑他如果走的时候，就他们无能到什么东西都没偷到，照说就这么走了，还没有罪，他顺手抓了一把糖果饼干就被判3个月，有多珍贵？有多珍贵？所以不要说什么秋毫无犯我们是糖果饼干都偷，糖果饼干都偷。各位，等一下记得看哦。我们这边讨论区有一个叫 Rupert Refu 的青鸟，他认为台湾以后会拿到美国的战术核弹头了。哦，干笑死！你要不要去读点书？妈的，乌克兰有没有拿到美军的战术核弹头？英国有没有？澳洲有没有？就你妈在那边做梦。所以各位。我为什么不会封锁？就是因为我养着这种青鸟，你就笑他。我们的汉光演习的兵，妈搞得好像万圣节一样，不给糖就捣蛋，于是我把糖干走。你看，是不是很鸟？
有讲到也说 I saw on YouTube the army drills so just dropping 8 missiles on the floor. No, actually 48 shells on the road. 来，好了，你笑完了吗？我告诉你第二个故事真的不好笑，因为人还没有抓到。8月5号演习第一天，汉光演习第一天凌晨4点多，新竹584旅进驻了营区。连长在寝室睡觉，突然听到开锁声惊醒，看到一个不明人士站在寝室门口，大喝一声谁？对方转身就跑。通报战情中心了，宪兵队到场采证，调监视器，监视器有拍到，但光线太暗，只有身影，无法辨识身份。到今天人还没抓到。营区里同时有584旅的官兵跟教招员，人数众多，内贼外贼都排除不了，不知道是谁。各位，我们再冷静一下，盘点这个案子的技术含量。演习第一天，在演习视同作战的营区，有人在凌晨4点钟摸进连长寝室，中间要经过几道关卡，营区大门卫哨、安官寝室外围，全部无声无息的通过。连长要自己惊醒，自己喝退，然后监视器给你一个建议。这要是战时期间，这位连长已经被斩首了吧？而我们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谢谢 PK G 进抖了那个扇子，电风扇，真妙。好，来，本案最精彩的部分来了，不是你的防御被突破。六军团的回应是2个。第一个，我们会强化营区巡常跟安全管制，防杜类似案件，这标准功能可以。第二段呢，有关网络散布不实资讯，单位已前往警局报案，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以为部队声誉。干了不起！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要起立鼓掌。闯进寝室人抓不到，网络上讲这件事的人马上报警。追缉入侵者的进度是调查中，追究留言的进度是已报案。各位，这就是效率啊，棒吧？营区的防线拦不住人，但部队的声誉防线滴水不漏啊。当局的话术反向解读啊。本期第2发，当单位说维护部队声誉及正常运作的时候，翻译出来就是声誉的优先级远高于把人抓到。这一章的结论是，一支军队的安全文化不是看他强多高，是看他出事之后先追的，先追入侵者的是军队，甚至当场应该把他击毙。妈的，我带教招旅，我们连长躺在床上，半夜有人入侵我寝室，我站住口令谁，当场把90手枪把你打死啊！没有，结果谁咻跑掉。先追入侵者的是军队啊，先追留言者的是公关公司啊。真相总是当人，这2个案子告诉我们，营区防线对自己人形同虚设，对外人束手无策，只有对舆论反应敏捷啊，妙不妙？偷东西偷了一把饼干，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来，量子管制学又来了。哎，各位记得帮忙按赞啊。那目前的斗内，我们现在有刚好600个人。嘎嘎咪咪口说演习大内宣加大外宣，周遭毫无讨论，直接无视。谢明峰说跟上，今天有在五虎提防里面看到爱国者出来布防，下班就跟着降旗的，有点好笑。不是这样讲的。那个问题是呢，美军现在爱国者不够啊，你现在要趁着还有的时候出来演习，否则等到他们要征用你的爱国者的时候，以后就没得演了啊，好不好？美军据说现在剩不到1200枚耶，那你没有拦截弹，在
伊朗那边是正在打仗那你这边还在演而已怎么办？这个爱心美说赞助我最喜欢的朱大一个小小目标，科学中央胜利，谢谢你。但是我怎么平常很少看到你？如果你最喜欢的话，应该要常出现。没有叫你抖内就常出现，记得留言就好。来，我们的那个抖内已经达到17个了，还剩3个就达到目标，可以做汉光演习报效结算大颁奖典礼。耳朵被摸掉，对啊。来，要进第6章哦。讲完军队，我们来讲你呀。没错，就是你呀。这一章主角是你，因为城镇韧性演习的管制对象是一般民众。一般民众。原动署7月28号召开记者会，白纸黑字，演习期间全国368个乡镇市区停止室内外营业及活动，范围包括海空航站、高铁、大众运输、旅馆、商场、药局、政府机关、银行、证券商、有线电视，对，连第4台都要配合，不配合民防法第25条罚3万到15万。听起来很有战时气氛，对不对？赞哦！来，我们来做几道应用题，到底要怎么办？该怎么办？会怎么办？让我们跟各位说明。第一题，防空避难指引叫你躲进地下室或大型坚固建筑物，百货公司、大卖场、便利商店都是官方盖章的优质避难点。然后全动署说演习期间停止营业，所以你可以躲进 7-Eleven， 但 7-Eleven 必须装死，那个店员要这样躺在那里，我手被绑住了，我不能卖东西给你。你蹲在饮料柜前面口渴，想买一瓶水，不行，卖水是营业行为，店员卖你这瓶水最高罚15万。共军飞弹还没到，收银机先阵亡。各位，战时最重要的是什么？物资流通啊！我们演习演的是什么？物资冻结啊！这个想定的假想敌到底是解放军还是消费型？我不知道啊。以前也有这个规定，但从来没有开记者会强调过不准卖东西。有没有好笑？好，来第2题哦。这个是公文原文哦，我一个字都没有改哦，就是写这个公文的人呢，没有在认真想。飞机、船舶、火车、高铁之等候旅客不管制，但下机、下船、下车等旅客需配合管制及演练。同一个月台，坐着等车的自由人，刚下车的呢，你从高雄到台北，在台北车站一下车你就进入管制。刚下车就要进入管制，差别是什么？一张票的状态。所以共军的飞弹会查验票根是吧？先生你好，请问你是等候还是抵达？抵达哦，那请你有序疏散。等候的旅客继续坐在那边滑手机，没有问题。我们的飞弹会做精准辨识。这不是防空，这他妈量子力学，好不好？你的人身自由处于叠加态，直到查票员观测到你为止。Mars VIP 说能去阿公店避难吗？可以，但不准交易。你的手不准，这个要等到演习解除。第3题，电影院，这是我们自己跟 AI 讨论出来的。电影院是什么？黑暗、无窗、结构坚固，还有出风口的大空间。讲白了，它比你家客厅更适合躲飞弹100倍。照停止室内活动的公文，电影院要把观众赶出来，把人从一个天然避难所赶出来，站到大街上，这叫疏散避难？不是，不是吧？而30公尺外的地下街正在把街上人赶进去。你到了地下街，还他妈不能在那边吃饭，也不能买东西，你吃东西要停下来，又不能有消费型。所以整套系统的判断不是你安不安全，
是你有没有在配合演出。哎，我知道啦，我知道。有同学会说朱大演习嘛，总要有点管制才有效果。哎，我同意演习需要管制啊，但你有没有发现，以前还叫万安演习的时候，几十年来车辆靠边，行人疏散30分钟，大家配合，没有人有意见。今年不一样的地方是管制的颗粒度、解析度精细到营业行为，范围到368个乡镇无一漏网。罚则挂在每一则新闻稿的结尾，而且官方自己说了4个字，这字没错：循序渐进，逐年扩大。4个字我们先写在小本本上面，本期不展开。如果斗内过了目标的话，我们再来说。那这一章的结论是什么？等价交换，你交出去的是真实的具体的东西，半小时的营业额，1瓶水的交易自由，月台上移动的权利，你换回来的东西叫做形容词，叫韧性，而韧性没有真的变强。第8章的那一招橡皮艇会给你答案。人动署的记者会是在2026年7月28号讲的，他特别说什么？民众进入商业建筑避难并行时，行程可入内避难，不可进行消费。那所有的这个演习期间呢，均需停止室内外营业及活动，妙吧？所以不能卖东西哟。L 小大爷说已经到650个赞啦，各位赶快按个赞啦！还有我们置顶或是置底的那个蜂蜜蜂蜜，跟我们带货的哈尔滨水饺，还有这个信工的产品，各位要赶快看，好不好？所以来，各位一边按赞，我们一边往下走。哎，现在按赞多少啊？干，我发现我看不到。好了，我们继续往下讲啊。为什么要继续往下讲呢？因为就是很妙。好，哎，等等，我刚刚讲了，网友有抖内问我有没有看智胜。好，坏掉龙九说三角现在国军都不玩天威测考了，这么太阳这么冷，请老朱帮忙解释一下天威测考。天威测考是某一段时期每一个那个驻守的地方呢，都要面对有外人渗透，那他会在你的某一个地方库房啦、油库、弹库啊贴一张纸说炸弹，你如果被他贴了，全部人都要被检讨，就是这样。但我们现在连那个营长的寝室都不是连长的寝室都直接被渗透了，你就不要奢求了。叮叮叮，校长青鸟会说这一切都欺敌战术，欺骗对岸用的，让对岸放下警戒。有人说战术目标，请问朱大有看央视拍的智胜吗？拿来对比汉锅换光，让大家笑死。我有看一集吧，因为我其他时间都在看兔娘。Angela 10万说凑个热闹，好，我们目标就差1个就可以达成啦。来，第几章？我们接着要讲这一次城镇韧性演习的年度大戏——行动网络降速。中部6县市8月10号已经演完了，北部7县市8月13号，就是后天下午2点半，还要再来一次。全国2轮加起来 ，NCC 自己估的数字啊，影响约1700万人，人口涵盖73%，那27%呢是南部。不好意思，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呢没有这个演习，不演习。但这出戏的真正喜剧高峰发生在演戏之前。
什么意思呢？8月6号 ，NCC 宣布，明天8月7号下午2点半将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就是你手机里面莫名其妙会一直叫，你关机也没有用，然后你关静音也没有用的设备，那个系统全台发布一则讯息，提醒大家下周10号跟13号有网路像素演习。并且抖音上面的中山的顺子跟兔兔的抖内，各位跟上了吗？你他妈用国家级警报发布一则下周有演习的预告，这是什么？这是预告的预告。网友的建议我觉得很中肯，那你要不要再提前3天再发一个预告的预告的预告呢？无限循环正好符合沈伯洋的无限层理论，你每一层都全国风潮广播。我们认真算一下这件事情的成本。全国风潮简讯动用的是灾防告警系统 CBS， 这个系统的每一次触发都有建制维运成本，更贵的是它的信用成本。国家级警报的存在是什么意思？地震来了，飞弹来了，你有30秒可以逃命的时候，用最高优先级打穿你的手机，你就算在厕所大便，就算在看 A 片，它也要叫。它的价值建立在稀缺上面，一年响3次，每一次你都心跳漏一拍，这叫警报。1个月响3次，通知你下周记得配合演出，这叫广告推播，而且是你退订不了的广告。一直恐吓，一直恐吓，一直恐吓，狼来的故事听过了吗？等到哪一天警报真的是飞弹，全国1700万人的第一反应是又来演习啦，已读不回，继续滑手机。这个系统的信用是拿命换的，现在变成拿去发演习日历，我不用跟你算实际上要多少钱，我就告诉你，你下一次看到这种预告，你就不会信了嘛。没有人要再信的时候，这信用成本破产，是不是一个完蛋？谢谢 L 角带斗的那个随月习武啊。然后8月10号呢，正片上演，官方定调从头到尾很一致，他说这是降速，不是断网。行政院发言人讲，民进党立委讲，学者也出来说断网用词不精准，恐遭有心人士恶意传播。官方的版本是语音、简讯10、19都通，只是高流量服务受影响。结果呢，立委葛如君派人到中部实测，结论是手机行动网络完全断掉， Google 连不上，测速软体根本跑不动。它的算术很简单，如果真的是降速到1%，1000 megabits per second 应该还测出10 mbs，但是测速软体连启动都不行，很明确就是断网，真的不是降速。在听直播啊，8月10号下午人在中部的各位，你们是唯一的目击证人了。聊天室可不可以讲一下，你这半小时是降速还是断网？我跟你讲，为什么葛如君那个算法有点奇怪，我不敢完全替他背书的原因是，那你就测嘛，到底 router 还在不在，到底有没有？结果你跟我讲说测速软体没有办法测量，干嘛无限大，是不是 ？Gus Rowe 说满格，但是网页都不能开。Elvin OK 说昨天下午苗栗真的完全不会动。这个 Chen You Chen 说体感就是断网。好了，700个人按赞，请大家继续按赞。所以换句话说，它等于是断掉，它不是跟你讲说什么限速降流，它等于断掉所有的2G 以外的服务啦。所以你连是连得上，但是你根本 request 送不出去，这个才是确认的，好不好？你所有 request 送不出去，那就是只剩2G 网路嘛。这不是什么降速嘞，降个屁速啊！你只能打电话，你任何
这我都不想讲。这个东西就叫断网，没有3G 服务，没有4G 服务，没有5G 服务，就是断网嘛。坏掉了龙九说，8月10号我在云林，全工地10多个师傅，连 YT 首页都是转圈圈。人帅真好说，还是有网路啦。我台中，但我吃有线宽频。你废话，你举的是什么例子？Elvin OK 说，我手机昨天那时只显示现在无网际网路，就没有啊。阿亮也是伙房的哦，是啊，他是采买军官呐、所以嘛，这到底怎么小呢？来，我继续讲。我不在现场，我不裁定现实，但你们那样子讲，我大概知道状况，也就是只剩2G 服务，所有有用到网路宽频或者是窄频的都一样，没有。我可以裁定一个事实，叫做话术。当一个政策需要靠这不叫断网，这叫频宽受到限制这种语言工程来辩护的时候，代表他自己也知道政府主动切断平民通讯这件事听起来有多不妙。葛如君讲了一个对照，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家，政府主动让几百人的行动网路停摆，全世界绝无仅有。NCC 到现在都没有提出经济金融损失的评估，而后天8月13号北部，包括现在在听直播的大台北同学啊，轮到你们啦！下午2点半呢，记得先把重要事办完，然后拿出测速软体。我们全民科学实验数据13号晚上见，你就知道了。我是准备2点一到我就躺平睡午觉，睡到过了再回来。L 小戴说世界上没人会这么做，他是新加坡人哦。他说切断网络连接就像把大脑从身体上切下来一样，真的。本章战略结论是科学终将胜利，降速还是断网不需要辩论。测速软体会给答案啊，物理层不会说谎，真正该记住的是这个顺序：警报系统的信用，1700万人的通讯，商家的营业呢，全部都是先用再解释。这个顺序本身哦，跟集权国家没有太大的差别，你比那30分钟更值得警惕。你只能打电话了，你只能打电话了。他简讯预告是4G、5G 降速，那废话，台湾现在没有3G 了，它的降速就只剩下2G，好不好？来，接下来要进到一个很妙的地方，我们要讲的事情是真笑不出来了。前7章呢是汉光演习，自己选剧本，自己演，自己验收。这一章不一样，这一章的出题老师是现实。1月24号，注意这个日期啊，是汉光开演前12天。台北港北堤旁边的八里沙滩，有一位钓客连续3天到同一个点钓鱼。第2天，他发现沙滩上多了一艘橡皮艇，他以为是别的钓友的船，没理他。果然，一切的世界拯救还是得靠钓鱼佬。为什么叫钓鱼佬？就真的很厉害。到第3天，他的实在忍受不了了。有网友问说，医生劝说现在很多联络人只有换 LINE 降速还能打，不能。简单告诉你2个字，不能。所以你最好不要那个时候有紧急的事情，临时要联络谁，就是不能，没有。到第3天呢，钓鱼佬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他走近看，
船上有中国制的装油铁桶，印简体字的卫生纸，对岸卖百事可乐、钓竿，还有3件救生衣。于是他报案了，等等，妈，这位渗透的解放军，你带卫生纸来干嘛？中山的顺子讲说，一个胆小的建议，我的社会观察点评真的很棒，尤其用科学来说明，从理性去评论。所以各位不担心，我也会做 BNT 的时间整理，因为上次抖内已经过了，我会做，但是我的角度会告诉你所有的东西真实的状况是什么。我不用骂人，说谎的人受到最大的创伤就是被人家揭穿是说谎。然后 TikTok 的 user 说：“朱仙你出现了，这下天下又有人了啊！朱大侠重现江湖，这下群雄将至，也不要那么期待，也不要那么期待。你渗透的时候大便用海水冲就好，你带卫生纸，但我怀疑你要来做别的事情啊。好了，结果船上有百事可乐、钓竿，还有3件救生衣，于是他报案了。海巡署事后证实，7月24号接获民众通报，调阅监控影像追缉，查获2名大陆偷渡嫌犯，法院羁押禁见，士林地检署侦办中。海巡署长张忠楼为执勤人员未遵守完整 SOP 的人为疏失道歉，承诺追究责任。各位，我们把这件事情翻译成军事语言，这是一次真实的无预警、无剧本的2栖渗透，红队是真的红队了吧？结果嘞？那艘船在沙滩上公开的大辣辣的躺了至少4-8小时，岸际雷达没反应，海域监控没反应，岸巡人员没发现，最后截获他的感测器是一个钓鱼佬的眼睛啊！破案的关键是什么？是卫生纸上的字体，而且最后要判断到底来多少个人，还得要海巡署说啊，根据那个 DNA 检测，实际上来只有2个人啊，没有第3个人啊。妙了吧？从第0章到第7章，我们一路笑。演习里面，捷运可以运兵，宪兵可以穿城市迷彩，伙房可以背枪炒菜，全国可以断网管制。剧本里面我们无所不能啊！国军真是上山下海，上天下地，什么都棒。然后现实出了一题，只有1艘橡皮艇，2个人或是3个人的小题目，我们交了白卷，3天才被发现靠钓客，靠钓鱼佬。3件救生衣，2个人被抓，第3件是谁的我不知道，海巡署也还没说，可能是备品，可能不是。这个问号现在就挂在台湾某个地方，我不渲染，我只把问题放在桌上。侦办单位有义务去排除它，而在排除之前，这个问号就是海防成绩单上真正的分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别问我，我不知道。然后官方数字呢，海巡署自己公布的是什么？去年迄今偷渡29案，71人，当场查获22案，61人，查获率 85.9%。85.9 听起来不错，对不对？来，我们把它翻过来念一次，漏接率是 14.1%， 71个人里面有10个人成功上岸，人在哪里不知道。海巡署自己承认，在 AI 辨识、无人机这些科技装备到位之前，就算人力跟雷达拉到极致，仍然无法达成零漏接目标。没有叫你零漏接啊，是叫你不要放在沙滩上，妈3天没人理啊。他讲话是诚实的，他讲话是诚实的。我尊重这个诚实，但是把它放回这一集的脉络里面，我们再来花10天9夜动员全国演练怎么挡住解放军的2栖船团，而现实中一条橡皮艇的通过率是1/7啊！共军的参谋看汉光新闻稿，还要研判虚实，看海巡的统计数字，连研判都不用。国防官员说秀给你看，贺主就是目的，那我必须问68掉48发的画面跟橡皮艇躺3天的画面，哪一个贺主效果比较好？我们到底是在贺主对岸，还是向对岸展示门没锁，我们不长进？
我们这一章不用吐槽，下结论了。演习测的是我们想被看到的样子，橡皮艇测的是我们真实的样子。2份成绩单就1份会寄到北京，而那一份不是国防部发新闻稿，真相总是伤人。防线的真实厚度不是雷达站的数量，是那位钓客愿不愿意多看一眼。没有这个钓客，根本就抓不到人了，好不好？吴家靖说：“真怀念当兵时的口粮跟牛猪肉罐头，他妈的好吃，还有水果罐头。这夏令营吧，请到置顶，或者是说置底的连结就有，我们有你当兵时候吃的牛肉罐头跟猪肉罐头都有的卖。你如果很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大量订购。加入国军，生活乐趣多，对吧？”人帅真好，水鬼渗透橡皮艇上来3天的仗差不多打，我真心受不了。对啊，洪雷说那个新闻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但重点是好笑。干，我们不要追究，我们不要很认真的追究，重点就是他妈好笑，好不好？来，最后要结论啊，各位记得赶快按赞，还有置顶的那个红蛋比蜂蜜只剩4天了啊，赶快买，不然后面就没有了，今年1整年都没有了。敬业师又抖内了一个爱我。好，第9章结论是什么？讲到这里，事实其实已经很清楚了。我们把7天的战报叠在一起，你会看到一条很清楚的分界线。线的一边是有镜头的地方，总统视导，灯光到位，宪兵搭捷运，城市迷彩，帅气亮相，台风夜照演，伙房背枪炒菜，随军记者拍好拍满 ，AIT 发文按赞，美语老师月台验收，有镜头的地方一切精实，一切到位，一切实战化。线的另外一边是没有镜头的地方，系固带松的，逃生门螺丝松的 ，F16 刹停程序出事了，营区凌晨的门庆形同虚设。台北港的暗记监控睡了3天，没有镜头的地方，就是满地炮弹在那边滚呐。镜头在哪，金石就在哪；镜头不在，炮弹就在水沟里面。而且我们的国军的高层军官写的响定是他妈背着大背枪，背着 T91做菜，还要戴口罩，还要戴那个围裙。操妈，你到底作战是要注重卫生还是注重形象？笑死人！国防官员说，就是要秀给你看，贺主就是目的。有，你把我一般民众给吓歪了。干，我们演习的汉光演习就这样，天天出包哦。这句话我们今天引用了3次，因为它是这整场演习最诚实的一句话。秀完了，我们看了也笑了，现在来对账嘛。来，贺主的对象是谁？如果是共军，他们看到这68吊48发的伪伤运输，3天没有发现的橡皮艇，抓不到人的营区入侵者，这些画面的贺主效果，你自己评估啊。妈，解放军可能都吓坏了，说到时候如果根本没有办法立功，一上岸对方就通通垮台，这到底怎么打仗？如果贺主的对象是台湾自己人，那倒是很成功。1700万人的手机，368个乡镇的收银机，月台上刚下车的旅客，全部都被成功贺主。对外的贺主查无实据，对内的管制滴水不漏。这是本集所有笑点的背后共用的同一个关键。然后我们回到那3个从第0章就挂着的问题，我们要收尾了。第一个，等价交换。这场演习，每个人，全台湾每一个人都付出了真的东西。伙房兵付出凌晨2点的闹钟，教招员付出2周的人生，中部民众付出半小时的通讯，商家付出营业额，你付出被国家级警报吓一跳的心跳。这都是真的，换回来是什么？一叠新闻稿，一个形容词，一场给盟友看的成果发表会。付出是真的，回报是形容词，这不是等价交换，这是单方面请客。第二，科学终将胜利，
气固带的摩擦力、螺旋的扭矩、雷达的侦测极限、测速软体的读数，这一集所有的荒谬，最后都是被物理学跟数学拆穿的。48%，高达80%的滚弹率，你中60枚过去，48枚滚到地上，不会因为新闻稿写圆满完成就变成0/60。8月13号下午2点半，北部的同学测速软体开起来，我们再验一次。科学不站在任何政党那边，它只站在事实那边，而这正是它最可怕跟最中立的地方。第三，真相总是伤人了。这一集我们笑了2个小时，但我现在要把最伤人的那句话讲完。一支军队最危险的时候，不是敌人打过来的时候，而是他开始相信自己的剧本的时候。演习可以有剧本，但是当剧本的完成度变成唯一的 KPI， 当维护声誉的动作比抓到入侵者更快，当作秀的预算排挤到系裤带，把它绑好，训练你的委外民间人士的时候，你的军队就会越演越像，越演越不能打。因为这件事情付账的不是写剧本的人，是凌晨2点起床炒菜的兵，跟睡在防线后面以为自己安全的你。汉光42号演习还有3天，8月14号结束之后，国防部会有正式的演习检讨，我们也会有，因为刚斗内过了，所以我们也会出一个检讨报告。8月15号之后呢，本事务所会开总账集，这一次埋的每一个钩子，循序渐进的管制，断网的2轮实测。还有第3枚救生衣的下落，尾商运输的检讨报告，我们全部都会拿出来对照，他们检讨他们的，我们检讨他们的检讨。最后一句话送给这场演习，也送给在听直播的各位，秀是演给别人看的，仗是打给自己活的。一个把秀演好的军队值得掌声，但只有把系固带，把那个固定带绑好的军队才值得托付。而现在看起来，汉光演习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爆笑，但是一点都看不出能打的一个团队。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们，是你们的表现没有办法让我们相信，这要怎么办才好？好了，各位，我的那个斗内的狗皮膏药已经上了，有绿界的，有支付宝的，有微信的，有 PayPal 的。Mr. Chen Tuni， 谢谢你斗内芒果刨冰。泰德说以前的兵代表在这，每周4举光日有鸡腿就很开心了。哎呦，各种出包啊，好不好？没办法想啊！哎，各位记得按赞哦。来，我们一边看一下有没有，哎，纯惠家又有了。哎，各位，浩克的纯惠家又回来啦，所以各位如果还要下定的，就请大家赶快下定，好不好？这个 Mr. Chen Tuning 说鸭脚木蜂蜜真的很给力，快破800赞了，赶快破800啊！我看一下斗内哦，有没有？没看。好，白小洛说小杰就笑到脸酸，不敢想总结大颁奖会有多爆笑。世界果然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一定不止台湾这样，不能只有台湾这样子。这个网友说谢谢有趣直播，朱大喝杯奶茶吧。来，这位是 RXG， 不知道应该是 RPG 吧。谢谢大家的抖内。那我看看支付宝有没有，照惯例支付宝比较少一点。哎，你不要说可以来蜂蜜啊！我跟你讲，我们已经成功的把鸭脚木蜂蜜寄到了
上海，你只要付得起那个邮寄费，我们就帮你寄。妈，然后我们包很多包料，务必让你不会再被摔破。上次就被摔破，我们花了5000块新台币，鸭脚木蜂蜜单价的4倍才成功寄到，搞死我了。好，这个我们今天有网友抖内啊，不错，来，难得支付宝会有抖内，来什么什么泰，今天晚上又再度抖内啦。什么什么康也谢谢你的抖内。朱大说能不能讲一下三军娱乐城是什么的？干这个我也没听过。好了，各位继续按赞啊，希望能够补到800。什么大三通嘞？没有，可以寄啦，可以寄啦。中山的顺子，谢谢你的抖内，好不好？你也抖了10个 TikTok 跟10个玫瑰花。所以啦，好啦，各位，今日的抖内跟流量都不错，我们就明天再见吧。希望明天有新的有趣的东西可以讨论，好吗？那我们就这样子咯，跟大家啊，不，干，我忘了投票了。来，我忘了投票了。这个各位觉得今天的内容跟脚本写的都好，请按1；觉得今天的脚本好，讲的不好，请按2；觉得今天脚本跟内容讲的都不好的，请按3，好不好？各位，我小戴说剩下2个按赞就到800啦。要订蜂蜜，现在就可以订哦。好，谢谢大家，破800了。但是我一不小心忘了明天是什么内容。哦，明天是方恩格来啊，鬼门开，鬼子来啊。好哦，谢谢大家，按赞已经破了800，明天就请鬼子方恩格跟我们讲，到底他最近又过得如何？他最近又妈狂干民进党连杜奕瑾他都骂，我觉得了不起，好不好？就这个样子啦，各位，谢谢各位的捧场。大家拜拜。看我们英勇的火防兵帅气的炒菜啦！拜拜啊！干，明天下雨怎么办？我不知道啊。拜拜。